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，朋友们，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？比沙漏上的都快。刚点下单，鱼就端上来了，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，才把沙漏拿上来。上台前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？就开场开好点儿，接我也接好点儿。开场演员确实很不容易，希望大家都给到他最大的热情，好不好？好，掌声有请翟佳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翟佳宁，谢谢。哎呦，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平时最爱看的那个科技发布会，朋友们，就是每年的那个315晚会，你知道吗？315晚会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黑科技发布会，黑心棉、黑心肉啊！你知道普通的那种科技发布会已经给不了我惊喜了。你知道手机里每次什么多个摄像头啊，车里多个冰箱没有意思，但你告诉我我穿的内裤里有毒。一下就很惊喜，而且你知道315晚会啊，它从来不延迟满足我。你看，你买个手机啊，买个新能源汽车得预定半年到货，对吧？但他曝光那个黄焖鸡米饭用什么烂肉啊、发酸土豆片的时候，我是边吃黄焖鸡边看的。哎呀，吓得我当时立马站起来提了提一次性内裤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们，真的，我当时看这个曝光的时候，已经吃了3个多月黄焖鸡了，没什么感觉，说明什么问题？朋友们，就人家黑心商家厨艺是真好，你发现没？那记者不说我都不知道，这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！你想想，他用最烂的肉、最酸的土豆片做出来的黄焖鸡，一点腥味酸味都没有。西湖醋鱼啊，用最新鲜的鱼，最正宗的醋啊，做出来又酸又腥啊，我都替西湖醋鱼臊得慌，说实话。朋友们，你看《舌尖上中国》是中间停更7年了，315晚会可年年都有食品安全问题，我感觉得做一个《舌尖上315》了。就告诉那帮大厨，高端的厨艺往往只需要采用最肮脏的食材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们，很多人提到食品安全，是不是会脑袋蹦来3个字：预制菜？我喜欢预制菜，我是急性子。哇，现在菜上的是真快，很多商家那个为了证明它快，给你放个沙漏，对不对？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，朋友们，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？比沙漏上的都快。刚点下单，鱼就端上来了，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，才把沙漏拿上来。我点了3个菜：现烤活鱼、现烤羊排、现炒小龙虾。上的最慢的是可乐。哎呀，我第2天中午去吃的麦当劳。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呢？我足足等了4分半呢。这要吃烤鱼，我都到厕所了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他第2点，预制菜有一个特点，我无法拒绝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也是一个金牛座，这就导致我是拼某饭的饭圈的脑残粉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拼某饭那个价格，4块9 25个饺子，4块9 25个，好评返现还返了我9毛啊！如果到店自取还能便宜1块钱，但我放弃了，因为共享单车要1块5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朋友们，也就是说这份饺子的极限价格是3块钱25个。3块钱25个，朋友们，这个老板在我心里慷慨的都有点抠门了。咱还差那3块钱吗？白给我交个朋友不就完了吗？
很多人说你不怕这里有什么瘦肉精吗？有什么我都接受它。真的，3块钱25个饺子，我包容他一切。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能看出来吧？我一点不担心食品安全。为什么？我有充足的理由啊！我小时候吃过苏丹红鸡肉，喝过3聚氰胺南酚。那句话怎么说？就是当你淋过暴雨之后啊，我都不打伞了，真的。我就不怕下雨。说实话，看见今年315曝光那个什么虾仁保水剂放多了，看的时候有点失望啊。那也不够劲儿啊，这玩意儿。那你看保水剂，它起码还算食品添加剂，让放。3聚氰胺苏丹红危险化工用品。苏丹红是做有机染料染色的，3聚氰胺是做装修板材用的。我这身体已经练出来了。就这么说，明天末日来了，我啃墙皮喝机油我都能活下去。你知道朋友们，苏丹红是代谢不了的吗？在我体内都20多年了，我现在体内苏丹红都立了个牌子，我在翟佳宁血液里很想你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妈，等了20多年了，等来个保水剂，保水剂副作用是什么？骨质疏松，废物。根本看不起他。包括去年曝光那个什么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，他那脚都敢吃，我跟你讲。有人会觉得有点恶心，对吧？但你想想，起码大爷那个脚是纯天然的。你应该庆幸啊，大爷还没穿一次性袜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身体已经被练出来了，我相信以后有大用处。将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，把我的遗体当武器，能把所有的外星人全劝退。所有的外星人被我身体干的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呢。到时候啊，外星人把我的身体遗体拿走去研究，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啊？化验我的身体里，哇，有这个苏丹红抗体、保水剂抗体、3聚氰胺抗体，哇，难怪这么厉害，这是个真3体人呐，这是个。再拿这个显微镜仔细放大我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细胞上都写着一句话：杀不死我的，令我更强大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明，谢谢。谢谢翟佳宁的表演。如果喜欢这段表演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。谢谢。你知道咱好多朋友都是看咱们节目下饭的吧？对。真的，我听完你讲这个，我心里特别难受啊！我特别喜欢吃黄焖鸡里边那个蘑菇，我觉得它特别入味儿。没事，发酸的是土豆片。不是，我现在才知道那是别人的。哎呀，没事，也许是长出来的。大爷脚上长出来的。行了啊，不用，可以了。哎呀，马老师，您不接茬，我本来不想问您拍的那个位置是一般人不会拍的那个位置，马老师拍在了大爷的脚上，我就特别有画面感，就那个瞬间，是不是？马老师，非常感谢你，我全段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梗，是不是？开场就本来就难嘛，我觉得特别好。谢谢。整场我很高兴，我看他那个对手打了个哈欠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没，阿妍老师是个非常好的女孩。又吵谁去？不至于吧？不至于啊，观众朋友们，不至于。真的，昨天我们聊了，就我们这张脸会容易被人误解啥的，对。哦，昨儿就聊了。聊什么呀？就是聊那个比赛的时候面对对方的一些感受嘛。磕到了。
不是，大家都聊，对手都聊。我们没有，我们不聊，我们没聊，没聊过，没有，从来没聊过，一句没聊。好。阿岩老师一会儿上来再说，你先说说你对阿岩老师的感受呗。不是，我就是我可能虚长人几岁，然后我就是看第1期的时候，你看着我来讲吧。我也看进去了，我是主持人啊。哦，对，我是嘉宾哈，嗨，这全乱套了。来，翟佳宁、李卓言，你觉得你们的 CP 名叫做小酌佳酿怎么样？好，小酌佳酿，好听哈。不是，咱是个恋综啊，是怎么着？干嘛？别观察了，就是我看那个阿岩第1期在台上，有人也说他凶嘛，然后我就能理解他，就是因为我第1季来的时候，也有人说我就是瞅着素质比较低啊，会干很多坏事啊什么的那种。你就是淋过暴雨的人，也就无所谓了，是这意思？无所谓了，啥我扔了。就所以，我就是鼓励他，没有事，这都是世人对咱们的误解，无所谓。谁说那个喜剧人非得就是在台上嘻嘻哈哈的，严肃也能好笑着？我特别喜欢佳宁今天的表演，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射程范围很准的猎手。整个讲的过程中，是我第一次听脱口秀的时候，有了很多味觉的，就是有味道的感觉，哈喇的，就很多味道漂浮在空气之中，很丰富啊，所以整个表演我很喜欢。谢谢。然后你讲那个大爷，就是采酸菜那一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浮现就是马老师在。难怪拍灯。你关注的是大爷还是酸菜？你这是。哎，马老师，你觉得佳宁能不能去你们节目？我觉得如果您能来我们那儿，简直是我们的荣幸。当然也要先看看阿岩的表现，要去一起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这还是有很多爱情戏的啊。我在这舞台上第一次看见翟佳宁这么青涩和害羞。哎呀，这个本来就是粉色的吗？这个就是是我看错了吗？还是怎么着的？啊，老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尤其今天第一个表演，他这个不管不顾这个劲头子，确实是这搁别人还真来不了。这开场这会儿不是他，还真别人不好来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热情，给捧场上。非常典型的社会批判。你乐完了以后，你回家琢磨，你吃的是啥？问问佩纯姐，应该是第一次看翟佳宁的演出，对呀，她的外形我好喜欢哦，就是很 man 的那种，可是她心思很细腻。其实你刚刚讲到内裤有毒的时候，我就拍了，因为我很重视这些事情的。现在我有2个宝宝嘛，所以我对食品安全啊，对这些吃的用的，我都是很专注这些的。但你把我的焦虑都给讲没了。我现在不怕了，没关系。宝宝怕，害怕还是怕？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参加，就是主持相亲节目，所以我今天也算来对了。粉红色泡泡。那所以你还是真心的，你讲讲他，你喜欢他哪一些优点？聊聊创作吧，这是聊聊创作吧。大宅最后那个，因为前面已经情绪非常现实、非常浓烈了嘛，然后到最后进行到一个外星人入侵这么一个科幻的这个状态。我们在幕后也知道，这个小鹿也参与创作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跟大宅有聊这个稿子嘛，因为大宅他一直都是非常专注的写观察式喜剧嘛，然后他自己也会说感觉没有那么燃什么的，然后所以他写的这个稿子我们也有聊一下。就是本来啊，陆姐建议我要上升一段那个有力量的嘛，那最后一段什么杀不死我更强大。按照我的个性，我就收在吃脚，那就是特老，我感觉老好了，那太棒了，我想到那梗的时候我都跳起来了，真的。那陆姐说要传递一些那个能量，非常感谢陆姐的提醒。她说完之后，我也感觉非常有道理，完了就加了那些。就是后面显得多余的那一部分是陆姐写的，是吧？
这就是脱口秀的神奇之处。你停在那儿，可能大部分的观众觉得意犹未尽，但是马老师特别开心，可能是这么一个。也不光我，他给很多演员都提供非常多帮助，非常感谢陆姐啊。没事，好不重要。反正就是你演得很好，很开心啊，就是你很坚持的观察式喜剧，我感觉今天在这里每一个点都打到了观众的心里。好，恭喜大宅，大宅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作为开场演员，非常不容易。那为了对决的公平，我们暂时不公布他的观众票数，结束之后统一揭晓。请先回到对战区等待。加油！下一位朋友虽然是新人面孔，我相信你们已经非常期待他的演出了。我要跟大家说，他的风格确实也非常的独特，杀到了很多的观众。掌声有请李卓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卓言啊。其实翟佳宁跟谁 PK 都有点像在欺负人了，但除了我，因为大家说我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比翟佳宁更狠的人。我跟他 PK 算是以暴制暴，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了。但是我确实从小就被狠人包围，特别是小时候，学校那些小混混觉得我长得太拽了，会来堵我，很无辜啊，长相是天生的。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我一出生就在罗马斗兽场。但我是个很 peace 的人，我根本不想惹事。他们说你这么拽，你混哪的啊？我说我混2次元的。这也太惨了。他们觉得我更挑衅，我很害怕。但幸好我有一个哥哥，我小时候很崇拜我哥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狠人。小年纪就开始抽烟，怎么打怎么骂都不屈服。我妈放弃了，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。受益人写的是我妈自己，就是如果我哥没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；但是如果我哥有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。母凭子贵吧。我哥还喜欢带着刀出门，然后旷课去 KTV， 家里人不给他钱之后，他找了份兼职，挺适合他的，在 KTV 切果盘。所以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他，我问他怎么办，他跟我说很简单，你要么打赢他们，要么加入他们，但是你是我的亲妹妹，你不能加入别的帮派。我来教你怎么打。哎，我哥啊，是我认识打架最厉害的人了，他要教我打架，不直接来学校帮我打。我说哥怎么了？你要上课吗？还？他说你不懂，我不方便亲自出手，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。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。我说在外面应该是警察多吧。都说你不懂了吧，那叫条子。其实我有怀疑过，我哥应该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血雨腥风，他可能只是跟风叛逆而已。因为当时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做《古惑仔》，我哥在学校组了个帮派，7个人结拜，有6个都说自己是陈浩南。就《古惑仔》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，就是铜锣湾只能有1个浩南。我哥学校6个。我问他那还有一个是谁？他说是教父。我说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吧？他还去纹了一个陈浩南的同款纹身，这么大一条过肩龙，纹了好几个小时啊！我用圆珠笔给他。
还在家里闻，大夏天中午拉着我上楼顶，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，晨光握在我手里。热的2个人都不耐烦，他一直催我好了没呀，好了没呀？我说。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会打，但肯定是不太会教哈，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居然是实战训练。老大哥亲自跟我打，哎呦，毫无保留啊，毕生所学全使在我身上。我哥没把我当外人，也没把我当人。训练频率也是看我哥心情哈，一般是2天1练，啊，如果他心情不好就1天2练。蛮有趣的，其实因为他会放着音乐来打嘛，就我很容易能掌握他出招的节奏，就是那首歌一到重音他就会出拳，我按节奏躲就行了，跟玩劲舞团一样的。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一首歌就是《霍元甲》，这首歌重音太多了，太密集了。半个8拍出了8拳。唱 K 的时候，别人一点这首歌，我都想哭。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啊，这首你也能哭吗？我说你不懂，太痛了。后来我离开家了嘛，上大学，我哥留在家学吉他。因为他看到摇滚歌手在演唱会上砸吉他，他觉得太帅了。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自己不喜欢弹，就喜欢砸，喜欢的是打击乐。但家里没这个条件，不可能砸锅卖铁给他砸木头吧，他总得去挣钱。有一次回家，我妈说：“你有空去看看你哥吧。”我说：“哪个监狱啊？”他说：“监什么狱啊？你哥去了亲子餐厅上班。”哎，我很好奇，我就去看了。他给一个我爸那年纪的人打下手嘛，就通过明厨亮灶那个监控，我看见那个人一直指着我哥骂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亲子餐厅配上辱骂，感觉还挺像一个家的。不同的是，以前我哥肯定会顶嘴甚至还手，但现在他只是一直在和面，不停和。嚯！监控是只有画面的嘛，辱骂声是直接从厨房里传出来，挺难受，因为声画不同步。心酸，肯定心酸，但也庆幸吧，因为我以为他迟早会进局子，结果进了个饭店。就感觉命运的齿轮卡了一下，刚好卡在了饭点。那喜欢玩刀，在厨房里工作；喜欢当大哥，在亲子餐厅，有的是人喊他大哥哥。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，现在外面棋手多。我觉得我哥变得有点陌生了，但其实还是很熟悉。后来我跟他说：“我说，哎，我看到那个人骂你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。”总觉得你随时会给他一拳。我哥说：“你不懂，我不方便出手，面团好粘手。”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李卓言的。